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佛祖只要放光，不灵不灵的，妖魔鬼怪都会跪地求饶，各地神仙都会乌泱乌泱来朝拜。我书读得少，你可别骗我哟。真实的佛祖根本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继续学习杂含卷10第272经。当时比丘们发生了小争执，世尊训斥了他们一通之后，在早晨他披上袈裟，拿着钵盂进城乞食，饭后出城，收好衣钵，洗脚后走进安陀林，坐在树下独自思维。我刚才训斥了他们，然而那些比丘还年少，出家不久，现在他们不见我这个导师，可能会生悔意，忧愁不乐。长久以来我对他们很悲悯，现在我应该回去安抚安抚他们。大梵天王知道了佛的心念，像大力士屈伸手臂这样短暂的时间里，从梵天隐没出现在佛前，说：是的，世尊，是的，善士。那些比丘还年少，出家不久，现在他们不见导师，可能会生悔意，忧愁不乐。世尊，现在您应该回去安抚他们。世尊默然同意了。大梵天王知道世尊同意了，行礼后又绕3周，忽然消失不见了。大梵天王也是深得观察秘诀，说领导所未说，处领导所决断。 Nice。 大梵天王离开后，世尊就回到祇树给孤独园，铺好坐具，端身正坐，显现微妙的法相，让比丘们前来拜见。表现微相，显现微妙的法相，有的解释说这是用了点神通，不灵不灵一下。如果是后来的经典，通常会这么说：顶上方光，遍照百千世界，无量诸光以为眷属，具照十方，绕佛山楂，光从口入，就像演唱会的灯光效果。实际上可能很简单，世尊坐在高座上，代表了他要讲法，他面色安详，比丘们看到后也不再害怕，就主动聚拢过来，相当于现在在群里全体人员，我要直播讲课了。比丘们收到了消息，就来到世尊跟前，面露惭愧，向前顶礼之后退坐在一边。这时世尊说：出家之人以谦卑安身立命，剃除须发，拿着钵盂挨家挨户乞食，就像被人诅咒一般，被人鄙视。之所以要这样，就是为了追求究竟离苦的真理，为了度脱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，为了穷尽苦海边际。作为善男子，你们都不是因为国王、贼寇的逼迫，不是因为被债主所逼，不是因为恐怖，也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出家，而是为了度脱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是这样的，世尊。比丘们，你们为了追求究竟离苦的真理而出家，但你们当中竟然还有这样的愚痴凡夫，身体贪欲，极其贪爱执着，脾气暴躁，懈怠卑劣，没有正念，没有定力，六根迷乱，就像一个人从暗至暗，从明入明，刚从粪坑出来，却又掉进粪坑，用血来清洗血渍，舍离了恶行，却又行恶。于是比丘就像这样，既失去了在家的享受，又不能圆满出家的意义。这又像是焚烧尸体的拨火棍，被丢弃在坟场里，连樵夫都不捡。于是比丘就像这样，身起贪欲，极其贪爱执着，脾气暴躁，懈怠卑劣，没有正念，没有定力，六根迷乱。比丘们，有3种不善法，哪3种呢？贪心、嗔心、害心。这3种心是由想法而生起。是什么想法呢？种种关于贪的想、嗔的想、害的想，各种不善法都是从这里产生的。比丘们，关于贪的想、嗔的想、害的想，贪心、嗔心、害心，还有种种不善法，要怎么才能彻底灭尽呢？心要安住在4念处，安住在无相三昧中，练习这些要经常练习，那些恶性的不善法就会消失，彻底灭尽。4念处之前一共讲解了8集，很重要，把日常所有的行为都融合进来了。无相三昧，一切见闻觉知都平等，放射，不再分别，就是舍心定。之前也有专门的引导。住刚入门，则安住于对五蕴厌离，离欲中，看到欲贪，降伏欲贪，远离欲贪，这才是真正的戒瘾，戒除生死之瘾。之前讲的戒烟瘾、戒各种瘾，那些都是粗大的瘾，
而生死之瘾才是真正的大 boss。作为正信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信心和欢喜心出家，练习无相三昧，经常练习，就能安住于对五蕴的厌离、离欲中，乃至到达究竟涅槃。我不说究竟涅槃能依3种见解达成，是哪3种呢？命则是身，灵魂和身体是一个，身体没了，灵魂也没了，指唯物论。命亦生亦，灵魂和身体不是一个，灵魂是永恒的，而身体是暂时的，这就是十四无记中的2个。色是我，无二无一，残存不变。灵魂和身体就是一个，这就是所谓的犯我一如，一切都是法身，一切都是清净无染的，其身便是广长舌，三色岂非净色身。西方的宗派中有的也借用了一切都是上帝的显现，这是3种邪见。有一种见解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一个，第2种见解认为灵魂和身体不是一个，第3种见解认为犯我一如，一切都是犯的显现。多闻圣弟子这样思维：世间真有什么事物是我可以直取而没有过失的吗？思考之后，他们找不到有任何事物是可以直取而没有过失的。我如果只取色蕴，就会有过失；如果只取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就会有过失。这样观察之后，对世间一切事物就不会有直取了。没有直取，就能自证自知，证得涅槃。我身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自知不受后有。世尊就是这样安慰了这些新来的比丘们。真实的世尊经常要调解一些比丘们的争吵和矛盾，还要处理群众的举报，一年无休。如果他觉得累了，就翘班，悄悄地躲起来休息几天。他教了一辈子也没工资。世尊教法的核心就是灭除烦恼，他时时处处都是先调伏自己的烦恼，把自己照顾好，之后还要反省自己，看看哪里能改进。如果遇到挫折，他老人家自己也要做一番心理建设。世尊不像我们以为的放官、动动地，对手们就跪地求饶了。不仅是世尊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故事，达摩祖师呀、六祖大师呀、了凡四训呀，我们听起来很精彩，很多都是后世炒作粉饰的。在现实中，他们可能在很长时间都很平淡，不被人重视，籍籍无名，有的甚至一直到死都是这样。现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、所认为的常常差距很大。现实很骨感，但我更喜欢真实。那些自称转世在拯救世界的教主们，如果知道佛祖没工资、没女人、没男宠、没豪车别墅，全年无休，还要反省自己，他们估计得笑死。还得是我高明，闷声赚大钱，享受我都有。后面是摄颂，卷10就结束了。卷11第273经：云何为我？我的本质是什么？我何所为？我是永恒的还是无常的？何等是我？为什么是永恒的？为什么是无常的？我何所住？这个我安住在哪里？这是古印度版的灵魂三问：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古印度寻求这个我，寻求我的本质，通常都问这4个问题。当时有位比丘独自静坐思维：我的本质是什么？我是永恒的还是无常的？为什么是永恒的？为什么是无常的？这个我安住在哪里？他没想明白，出定后来向世尊请教。世尊说：现在我为你解说2法，你仔细听，好好思考。是哪2法呢？眼根于色尘2种，还有耳根于声尘，鼻根于香尘，舌根于味尘，身根于触尘，意根于法尘，这些也是2种，这就是2法。比丘，如果有人说沙门乔达摩所说的2法并不是2法，我现在舍弃这种说法，而另外立一个2法，那个人只是空有言说，如果追问几个问题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。这只能增长人们的疑惑，因为那并不是真实的境界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眼睛看见色尘就会生起眼识。眼睛虽然脆弱，但有地大的特性。地大有坚固性，像肌肉、牙齿；水大有湿润性，像血液、尿；火大有温热性，像体温；
风大有流动性，像呼吸。眼睛的地大很明显，当然也有水大、风大、火大的属性。眼睛是肉团构成的，在身体之内，是因缘所成，是坚固的，能感受，这就是眼睛以肉团之形在体内的地界。眼睛是肉团构成的，在身体之内，是因缘所成，有津液滋润，能感受，这就是眼睛以肉团之形在体内的水界。眼睛是肉团构成的，在身体之内，是因缘所成，是温暖之物，能感受，这就是眼睛以肉团之形在体内的火界。眼睛是肉团构成的，在身体之内，是因缘所成，眼珠能转动，能感受，这就是眼睛以肉团之形在体内的分界。比丘，就像两手拍打才会发出声音，同样的，眼睛看见色尘才会升起眼识，再由眼根、色尘、眼识三者结合接触，由接触升起感受、概念名相、思维等等。而这一切现象都不是我，也不是常住不变的。如果真有一个我，那这个我也是无常的，不是永恒安定的，是变化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会老、会死、会消失，是因缘所生。就像你现在在看这个视频，眼睛看到会升起喜欢或者讨厌或者没兴趣，这是升起感受。在看到听到的同时，你也知道这视频在说什么，每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上面的图案是蓝的、黄的，图案代表什么意思，这是概念名相，是升起想。把这些概念名相连在一起，你进行思考，觉得说的对还是错，或者听不太懂，你决定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关注，决定改变，这是深思，是造作。你对这一切过程都清楚，这是深识。不管你是学习还是工作，不管你是戒瘾还是发展新的兴趣爱好，每个人都无时不刻在这样运作。即使过了2500年，世尊所说的这套体系还是足以让现在的脑神经学借鉴和学习。我们的日常观修就是观这些，观察自己在抓取什么，要放下什么，这些也是思念处，观察缘起，观察起心动念，这就非常非常重要了。焰就是阳焰，之前我认为阳焰就是海市蜃楼，有朋友留言说这两个并不相同，我查了下，还真是有区别，但不多。海市蜃楼和阳焰都是因为光的折射引起的。海市蜃楼通常出现在海洋、沙漠或者空旷的地区，热空气和冷空气相遇，光线通过的时候，在不同温度的空气层产生折射，这样就能看到远处的影像。而阳焰呢，通常也称为热浪，这就常见了，特别在夏天炎热的马路上，地面的空气受热上升，光线在通过不同温度的空气层时产生折射，你看上去前面的地面上就像有一滩水，当你到了那里什么都没有，那滩水又会出现在前面。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沙漠，容易让人产生幻觉，以为前面有水源，盲目向前追赶，最终渴死。这影像只是光线折射，我们看到天空的倒影。这两种现象的原理一样，海市蜃楼的影像比较清晰，而阳焰是扭曲的、闪烁的。比丘，一切有为法的流转就像幻术，就像阳焰一样不真实，只是暂时安住，必定会败坏，无论是生还是灭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比丘，对于一切法的流转是空寂的，用心观察后应当心生欢喜，应当时常意念诸行空寂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什么是我所有的，这是永恒常住的、持续的、不变的。就像一位目光敏锐的人，所以拿着明灯进入空室，能看到屋里一无所有。就像这样，对于一切法的流转是空寂的，用心观察后应当心生欢喜，应当时常意念诸行空寂，没有我，也没有什么是我所有的，这是永恒常住的、持续的、不变的。就像眼根，其他5根也是这样。比丘，你认为眼根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？后面就是无常的引导，6根都是无常的、败坏的，其中没有我，也没有我所。当看清楚这些，多闻圣弟子对6根、6尘、6识就会升起厌离、离欲，就能解脱。我身已尽，放心已立，所作皆办，自知不受后有。那位比丘听闻了世尊所说的拍手譬喻经后，独自在净土思维，不放逸懈怠，最终
证阿罗汉果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恩老师，感恩诸位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愿大家都能如实观察缘起，灭除生活中的烦恼。知识星球开通了，在那里我有问必答，欢迎加入，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